自幼我便知道自己以后是要做谢家三夫人的。谢慎之礼佛，其他姑娘放纸鸢荡秋千的年纪，我便日日泡在佛堂念经。谢慎之习武，喜欢性情坚毅的女子。我为她学骑马，摔断了腿，一滴眼泪也没有掉。我拼尽全力活成她喜欢的样子，她却爱上一个同我南辕北辙的姑娘。婚约不可取消，我转头嫁给了他以狠辣铁腕著称的大哥。婚后谢家大郎如同传闻中一般不近女色，唯有一次，谢慎之醉酒堵在我的门前，谢望之将我护在身后，极淡地瞧着他这个幼弟，冷冷开口：她如今是谢家大夫人，你深夜找你大嫂有什么事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谢慎之爱上了城门口摆馄饨摊子的崔家丫头，她连名儿也没有，因为排行第3，大家都叫她崔三娘。她上头有2个兄长，混得很，在外面欠了些赌债，不知道躲到哪里去，常有人去崔三娘的摊子上巡视。她染着风寒，又被要债的纠缠，险些病死在大雪里。谢慎之为崔家还清了外面欠的钱，又为他2个兄长谋了份好差事。他把他的心上人从泥沼里救出来，唯独忘了我。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茶余饭后到处都在谈论谢家三郎的这段风月。苏家嫡出的女儿沦为上京城笑柄，母亲大怒，要父亲到圣上面前取消这门婚事。父亲把我叫到书房，却自顾练字，一言不发。我知晓父亲的意思，苏家和谢家联姻是好事，犯不着为了一个女人闹掰。更何况这是当年太后在寿宴上指的婚，如今闹到圣上面前去，未免太不好看。父亲写的是个忍字，我跟他说我自会去见谢家三郎一面。父亲点点头，放下笔，转身拿起书架上的册子翻看。踏出书房那一刻，我到底有些不甘心，我没忍住，出身询问父亲：忍字刀上一点血，倘若婚后谢慎之待我不好，该怎么办？父亲从案上慢慢抬起头，眸中一片肃杀清冷，含着嗜血的冷意。他一字一顿道：苏家的女儿无人敢欺，你只管放心。一开始谁也不会想到谢慎之会爱上一个摆摊的平民丫头。谢家三郎忙于公事，常常踩着宵禁才回城。他不喜欢麻烦府里的下人深夜还要烧火起灶，往往在城门口随便吃碗馄饨就打发了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这碗馄饨就成了谢慎之的习惯。而某一天，馄饨摊子不见了。谢慎之一开始也没当回事，他等了1个来月，馄饨摊子还是没有支起来，他便派人去查。其实也不难查，这一片的人都知道，随便打听打听就出来了。谢家三郎素日高高在上，头一回低下头来，凝神去听一个女子的生平。他朝她伸出手，拉了她一把。摆馄饨摊子的老板娘，我想她大概不会同谢慎之论佛经，也不会陪着他策马长驱。可是谢慎之深夜踩着风雪归来，屋里面会亮着一盏灯，里面有个头发低挽的女子站在灶前为他盛出一碗热腾腾的夜宵，怎么想都很温馨的画面。谢三郎、崔三娘，他们连名字都这样般配。我去见了谢慎之，他大抵很忙，我等了2个时辰，也只等来他府上小厮一句：我家大人还在待客，苏小姐不若改天。我不是纠缠不休的人，眼见天色还早，便吩咐车夫到崔三娘那里去看看。城门口的馄饨摊子早不开了，谢慎之替崔三娘新盘了个铺子。铺子不在上京城最繁华的地段，反而在一处略显偏僻的巷子头上。以谢家财力，养只金丝雀容易，金丝雀可不兴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做买卖营生。谢慎之许他继续做想做的事，又选在这个环境清幽的地段，显然是花了心思。店不大，很干净。我去的时候已经过了饭点，店里没有几个人。崔三娘现在已经不做馄饨了，店门口打着面片汤的招牌。城门口的馄饨汤以后终究是谢家三爷独享。我坐在马车上，透过帘子远远地看那个正在擀面的姑娘，隔得太远了，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，只看到她绑着大红色发带，袖子挽到肘上，动作很麻利，和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。我听过崔三娘的生平，原以为她该是温婉的模样。巷子僻静，苏家的马车扎眼，崔三娘显然是看到我了，她犹豫了一会儿，擦干净手，
走到马车面前来。敢问车上坐着的可是苏家大小姐？何事？站在外面的人道：我听谢公子提起过小姐，这个铺子是谢公子借银两给我开的，等挣了钱我就会还给他。我拨弄着腕上常年戴着的佛珠手串，还未来得及开口，后方传来疾驰的马蹄声。正在待客的谢慎之勒紧缰绳，面上带着冷意，一脸警惕地把崔三娘挡在身后，急声道：苏小姐，有什么事冲着谢某来？你为难一个姑娘家，有什么意思？我怔住，张了张口，半晌问车夫：我为难他了吗？车夫道：自然没有，小姐到了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我又问那个红袖半挽的人：我为难你了吗？他似是吓到了，抓着谢慎之的袖子，小声道：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误会苏小姐了。谢慎之的面色渐渐发白，慢慢涌上一丝羞愧。我知道谢慎之在担心什么。苏家势大，我便是当街打死崔三娘，也无人敢追究。可我苏慕云也有自己的尊严和骄傲，我只不过想来瞧瞧自己究竟输给什么样的姑娘。抱歉，三娘和你不一样，谢某刚刚一时激动，唐突了苏小姐。我在谢府外面整整等了她2个时辰，而崔三娘有难，她却在顷刻间赶到。日头已经西斜了，谢慎之身后，一轮红日正轰轰烈烈地沉下去。我在这一个瞬间忽然想到今后的几十年，我会夹在谢慎之和另外一个女人中间，只因为我出身高贵，便做什么都是错。说话声音大了是盛气凌人，不说话是以势压人。坐着看崔三娘是看不起她，站着看崔三娘是教训她。我被困在内宅，日复一日，盼着不爱我的夫君能够回心转意。我突然觉得好没有意思，连带喜欢谢慎之的8年都好没有意思。我曾经跪在佛前叩首3000，也曾经为了谢慎之驯服烈马。我畅想过无数次和谢慎之婚后的生活，我们有势均力敌的家世，有相似的爱好，有当今太后赐下的婚约，再般配不过。可是终究敌不过谢慎之不爱我。我想我就是在这个瞬间放弃谢慎之的。我咬紧牙，把眼泪逼回去眼眶里，因为太过用力，连声音都在发酸。谢公子，谢家和苏家有婚约，这事你知道吗？自然知道，只是此事还需从长。我平静地打断他的话。谢家2郎已经成家，苏家的女儿不做妾。那么烦请转告你家老夫人。我面上微微含着笑，藏在袖里的手止不住颤抖。我尽量绷直了身体，说出我对谢慎之的最后一句话：婚约不可取消，让你大哥来。我喜欢谢慎之好多年了，我第一次见他不过6、7岁光景。那时我随母亲去金山寺上香，母亲在前院听大师讲经，我坐不住，偷偷溜去后院玩。我贪心摘池子里的荷花，不小心掉进水里，一个小沙弥将我救起。我当时浑身湿透，袜上都是泥浆，一只鞋还丢了，整个人吓得不轻。真奇怪，他明明穿着小沙弥的衣服，却束着发，竟然是个俗家弟子。他的衣裳也湿了，紧紧贴在身上，狼狈得很。小沙弥把腕上的佛珠手串套到我手上，用帕子擦进我脸上泥沙，轻声叫我不要怕。母亲身边的嬷嬷来寻我，大惊之下抱着我到过谢，便急急离去。后来母亲辗转打听，救我的人是谢家3郎。谢家3郎出生10天有异象，路过的修士说他19岁时命中有一劫数。谢家本没有当真，可那修士说的几件事后来都一一应验。谢家老夫人慌了神，把年少的谢慎之送到寺庙，求高僧代为抚养，又请高人指点，传授一身武艺，只盼他能逢凶化吉。我本是不信这些东西的，6、7岁的年纪哪里能看进去佛经？可是事关谢家3郎，好心救我温柔的哥哥，怎能折在19岁的大劫里？旁的小姐放纸鸢扑蝴蝶的年纪，我日日泡在佛堂。我在佛前叩首3000遍，只求谢家3郎一生顺遂。谢慎之12岁那年方被谢家接回去，也是在那一天，太后下旨赐婚云谢2家。母亲不喜，自己的女儿早早被困住一生。殊不知我高兴坏了。世间的女子其实想嫁哪个就嫁哪个，而我却这般幸运。谢慎之习武，他曾说过，
等他一展心中抱负，海晏河清，便要与心上人策马游历河山。他希望自己的妻子会骑马。其实苏家的姑娘大可不必学这些东西，上京城里也没有几个贵女会去学。我的手上是缰绳勒出的茧子，腿上是被马腹磨出的血印。我为学骑马，甚至摔断了腿。听闻他喜欢性情坚毅的姑娘，我便强忍着，一滴眼泪也没有掉，倒是照顾我的嬷嬷眼泪掉了一筐。谢慎之送我的佛珠手串断过一回，掉的不巧，掉在庙会中，人流如梭。我勾着腰在拥挤的人潮里摸索，一身白裙被蹭得不变颜色，手上被踩了好几脚，踏破了皮。身边的嬷嬷看情况不对，强行抱起我，几乎是拽着我回了府。后来我再去找过，可惜18颗佛珠只找回来12颗。我弄丢了救命恩人送我的唯一东西。母亲看我实在伤心，真人去寻了另外6颗差不多的给我，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，旁人都瞧不出来不同，只有我一眼就能分辨出那些细微的差别。这些事情我原打算等着洞房花烛夜讲给谢慎之听的，可惜那是以前了。母亲听说我了改主意，惊得失手打翻了茶盏。你怎可嫁他？谢家大郎，他岂是良配？不怪母亲有这样的反应。谢家大郎谢望之以心狠手辣著称，他是锦衣卫指挥使，天子近臣，想巡查缉捕之权，执掌诏狱。而诏狱是比死更可怕的去处，被锦衣卫盯上的人少不得要脱一层皮，没有人能从那里完完整整出来。朝中重臣皆对谢望之忌惮3分。谢望之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婚娶，曾有女子故意泼湿他的衣裳，借故亲近，却连他的身也没有近，就被谢望之反手卸了胳膊。整个上京城从来不见他对哪家姑娘多看2眼，也不曾出入风月之地。外界有传闻谢家大郎根本不近女色，更何况谢望之虽是长子，却是庶出。他长我10岁，我还在学认字的年纪，他已经满京城拿人办案了。是以这桩婚约一开始没人往这方面想过。母亲顾不得其他，紧紧盯着我的眼睛。云儿，你同娘说老实话，是不是那个谢三郎同你说什么了？这些年你做的娘都看在眼里，若是谢三郎对你做了什么事，娘绝不轻饶他。我反手握住母亲，谢慎之没说什么，是我自己想通了。他确实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可惜我们有缘无分，他的心不在我身上。我若是强行嫁给他，以后少不得夫妻生分。况且，我扭过头去看父亲，况且同谢望之成婚，对我们苏家大有好处。大概是我的眼神太过坚定，长久的沉默后，父亲缓慢道：你决定了？决定了，再不更改。本以为这桩婚事还要再拖一拖，太后突然病重，圣上为了叫太后高兴，想起太后早年赐下的一件喜事，朝散后专门同父亲和谢家老太爷提了提。半月后，谢家把聘礼送到了苏家。谢家这里下的极重，整整64台，前厅没放下，甚至有部分抬到了后院。我院子里的丫头满脸喜色。64台的最高规格，小姐，姑爷当真对你上心呢。我看着满屋满院的大红色，心里面清楚，谢望之与我交情泛泛，不过是皇家赐婚，不得不体面而已。只是我有些好奇，不知道谢慎之最后是怎么同他大哥说的。婚期定在3月后。我没有再见过谢家三郎了。听闻崔三娘的2个兄长手痒难耐，又在外头赌钱，打着谢慎之的名号，赌方也不曾为难他，只是把欠条大张旗鼓地递到了谢府门口的石狮子嘴里。这是最后怎么了结的我不清楚，只知道崔三娘的面片汤铺子不再开，谢慎之给他另寻了间别院住着，1日3餐有人伺候。我一听见就觉得不妥。我和崔三娘只见过一回，她上来第一件事就是与我说铺子租金的事情。显然她心气高，很在意那些说她勾引依附谢家三郎的流言，叫她真应了那些流言做金丝雀，恐怕她和谢三郎要起争执。可惜这些事情与我无关了。我自绣我的嫁衣。天气日渐回暖，宋国公家的小姐与我自幼相熟，她快过生辰了，约我去城南的珠宝阁挑一些首饰。莫说母亲，宋若曦对我转头与谢望之一亲也倍感好奇。
苏家嫡女与谢家大郎一亲，虽然都是谢家人，但毕竟之前坊间传闻，苏家中意的人选一直都是谢家三郎。一路上，宋若曦几次三番欲言又止，眼神直往我身上瞄，我瞧她实在忍得辛苦，忍不住道：“你问吧。”她果然问出那个问题，我该怎么作答？说谢慎之不爱我，我嫁过去不过搓磨自己，还是说谢望之在朝中权势更甚，我嫁过去对苏家大有好处？想了想我违心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倾慕谢家大郎已久，时有锦衣卫办案，一队人马疾驰过去，当先一人，胯下一匹黑马，衣上暗绣飞羽锦纹，腰缠一柄绣春寒刀，面容冷峻，神色淡漠。正巧是他。”我哑了嘴，心跳漏一拍。宋若曦似是没有看清刚刚驰马过去的人是谁，尘土飞扬，她掩住口鼻轻咳两声，小声埋怨起来：“好端端的遇见这群活阎王，不会又要去哪里抄家吧？”顿了顿，她又想起刚刚的话题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：“你对谢家大郎倾慕已久？这是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我双眼望天，脑袋空空地编着瞎话。去年中秋皇后娘娘的宴会上，咦，谢家大郎去了吗？我记得谢大人不是从来不参与这些事吗？我干巴巴肯定道：“有的，只是你忘了。4月初，我同谢家大郎完婚，婚事很隆重，说不遗憾，却也不可能。毕竟我想这一天想了很多年。母亲给我梳头的时候，我有一瞬间怔然，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？在那个世界，没有崔三娘，我同谢慎之白头偕老了。”鞭炮声震耳欲聋，烟雾弥漫处，人声鼎沸。上花轿前我没看准，一脚踢在门柱上，险些摔倒。从旁伸出一只手来，极快扶了我一把。我望向身侧，隔着盖头，只看到隐隐绰绰一个模糊的身影。我低低向他道谢，四周太吵了，也不知道他听到没有。谢望之是庶出，他的生母已经去世，诸位兄弟中他最年长，又在朝中担任要职，是以早早的从谢家分出来，另居别院。但既然是成亲，少不得要回谢家主家去认认诸位亲戚，给谢家老太爷敬一杯儿媳妇茶。盖头被撑干挑起，先是一张薄唇，掠过高鼻，我抬起眼，不期撞上谢望之的视线。其实我见过他很多回了，大多数时候他行色匆匆，腰带佩刀，我只能略略瞥上一眼，像这般近距离细细的看，实是头一回。谢慎之轻了，而这位谢家大郎虽与他3分相像，眉眼却要凌厉许多，大约是做锦衣卫，近在谢里太多年岁的缘故。周围起哄的人太多，我无端红了脸，对谢望之羞怯一笑，他正然，然后慢慢也回了个笑，眉宇间的戾气便如烟消散开来。这婚事盛大，前来观礼的人也多，我听见有宾客抽泣，暗叹新娘美丽。苏家嫡出的女儿，自小养在掌心，仪态气度，比起皇城里的公主也不遑多让，大婚之日，自然该是最光彩照人的那一个。谢望之引着我，一一见过谢家众人，我跟在他身后半步之遥，一回身就够得着的地方。我很久违地见到了谢慎之。谢家三郎，即便扎在人堆里，也是翩翩如玉的公子，一人就叫人认出。周遭看热闹的人很明显地安静了一瞬。我和谢慎之的事，京中也偶有流言，大家都在看我，以为我会失态，他们低估我了。无论如何，以后是我同谢望之过一家，怎会叫人此时看了半分笑话去？我脸上挂着浅浅笑意，同谢慎之见礼，礼数周全，如同初见。三弟，谢慎之的面色算不上好，没甚笑意，但转念一想，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爱笑的人。他叫我大嫂。谢望之不知何时握住了我的手，我更用力地回握他。如此，我与谢家三郎再不相干。同谢望之的婚后生活很平淡，他忙于办差，不常在家。府里的大小事务，一切交给我打点，有些事我拿不准，问过他的意思，他只说按照我的想法办就好。说来谢望之回家的时日确实也很少，我顺手在土里埋下几颗瓜子，他回来时已有一片向日葵迎风招展，脆生生的鹅黄，朝气蓬勃地立在春日里。再往后，他出去办差，回来总会递给我一个小锦囊，里面是各地的花种。京城的水土与别地不同，
不保证都能活，我尽量养。一整个春天过去，园圃里发起一片花苗，我再搭个篱笆架子，想必来年春天架子上会爬满牵牛。我们没有圆过房，不知道是否应验了京城里他不近女色的传闻，但我隐隐有另外一层顾虑。我和谢家三郎的事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我说我放下了，旁人又能信几分？可是这种事情，谢望之不说，我又怎好主动开口？谢望之是一个警惕性很强的人，近身的事不喜欢下人来做。有一回他要去京郊办差，郊外10里有驿站，虽说去不了几天，但总归要打点行囊。我站在旁边看他收拾衣裳，终归没忍住，去找了一把伞塞给他，说道：带上吧，过2天要下雨了。他抬起头，略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接过了那把伞。2日后，果然毫无征兆下起大雨。谢望之办差回来，说其手底下几个人被淋得狼狈，最后借了农家的屋檐躲雨。你怎么知道会下雨？我笑眯眯地望着他。你猜？谢望之望向我，眼里隐隐有探究。是夜我睡前沐浴，浴桶里的水极热，我叫丫鬟掺点凉水。谢望之的身影映在屏风之后。你身上有旧伤，该多用热水驱寒。我从未在沐浴时见过外男，大惊之下猛地蹲进水里，水太烫了，我倒抽一口冷气，又不好立时站起来。混乱之中，似是听得谢望之轻笑，再抬头看，屏风处空空如也，他已经走了。那之后每天晚上沐浴都是略烫手的热水，只是不像第一回那样灼人。9月底，谢望之受了重伤，他是被手底下人背回来的。宫里的老太医来瞧了，说是再过2寸就要伤及肺腑，得亏谢大人命大。屋里血腥味太重，我搬了2盆茉莉摆到窗口，因为怕他半夜烧起来，我整夜都守在他身边。谢望之在醒来的时候，房中有茉莉清香，晨曦的第一束光照在被子上，是淡淡的浅金色，挠得人心里暖意沸腾。我注意到这一切是因为我在发呆。我熬了2个通宵，头昏脑胀，完全没有谢望之已经醒来的念头。我甚至清醒又混乱地跟他问候了声早上好，傻得很。他也不说话，就静静看着我，直到过了半刻钟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手忙脚乱地给他倒水，又问他是什么感觉。谢望之叫了我的名字：阿云，你憔悴许多。太医说谢望之要静养，伤好之前切忌下地行走，更勿动怒。他大概许多年没有休过这样长的假，手底下的人不敢来烦他，每日只捡最紧要的事来禀告，薄薄的2页纸，一会儿就能看完。闲着的时间，他就半倚在那里，瞧我看账本管家。有一天大抵是很无趣，喝茶的间隙，他问我，以前你腿断了的时候，躺在床上都做什么？我想了想，回道：念佛经。谢望之侧了侧身，说道：那念一段吧。我念了观音经里面的一小段。念完以后，谢望之问我，你很喜欢礼佛吗？我实话实说，不喜欢，我一直都觉得很枯燥，只是这么多年下来习惯了。既然话说到这里，我索性跟他提了谢慎之。日子好也是过一天，差也是过一天，总归我要跟谢家大郎长久过下去的，并不想同他因为这些事生分了。我第一次跟他谈起他的3弟，学骑马的事，学佛经的事，找珠子的事，那些谢慎之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没想到最后我竟然是同谢望之讲了。他安安静静地听自己的妻子讲另外一个男人，神情很专注。我同谢望知道，其实一开始知道他和崔三娘的事情，我还是很怨恨。凭什么呀？我这么些年拼了命活成他喜欢的模样，到头来他却根本不爱我。到后来我想通了，站在谢慎之的角度，他又凭什么要因为我的付出喜欢我？这些年礼佛磨平了我的性子，学骑马可以游历河山，虽说是为了他，讲到底都是长在我身上的本事。说起来我还要多谢他。我年少时不知事，错把救命的恩情当作爱情，现在想一想，谢家三郎是个好人，凭谁掉下泥潭他都会救。这跟我是男是女，是美是丑没有关系。我爱上的或许不是谢家三郎，而是倾注在追逐他身上的那些时光。蹉跎这若干年光景，皆是我庸人自扰。讲到最后，我眼角有泪，又带着些终于说出来的释怀。谢望之同我招招手，
叫我过去。他把我掉下的一缕发顺到耳后，低声道：等我伤好了，我们去骑马好吗？我养了2匹小马驹，是双生子，等我伤好了，他们也长大了。等明天，我叫人牵来过给你看看。我惊喜地望着他，谢望之不自在别过脸去，握拳轻咳了一声。我恍然，哦，你是不是伤口疼？我去看看药熬好没有。走过回廊，拐角处放了2卷字画和1只人参。我叫来当值的下人，那小厮大惊，怎么，三公子没提进去吗？三公子？对啊，刚刚三公子拿来这些东西来，说要来探看大公子的伤。我朝外面望去，只见一行燕子飞上屋檐，哪里还有谢家3郎的身影？崔三娘的2个兄弟死了，死在金陵城门外的荒地上，死状凄惨，尸身被乱刀砍成几截。上次石狮子的是一出，谢家老太太发了话，要这2个人滚出京城，别给谢家抹黑。金陵城是谢慎之安排他们去的，谢家在那里没有根基，谢慎之托朋友给他们寻了差事，希望他们少了谢家这棵大树，能在金陵痛改前非。然后总是事与愿违，崔氏兄弟到了金陵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出入赌场妓院，好不快活。谢慎之的那个朋友被追着要债不胜其烦，曾经几次写信给他，早已经是不耐了。宋若曦有远房娘舅在金陵做官，是已早早得了消息。信末他问我，你说崔三娘要是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样？倘若我是谢慎之，自然要瞒得严严实实，可到底还是被崔三娘知道了。崔三娘到衙门前击鼓鸣冤，状告谢家3郎买凶杀人。此事一出，京城哗然。上京城里养外室的公子哥很多，被反咬一口把自己玩进去的，谢慎之算头一个。就连母亲也来信于我，幸好最后嫁了谢家大郎，不然真是没有一日消停。这件事未必就是谢慎之做的，崔氏兄弟在外结的仇不少。即便就是谢慎之做的，崔三娘一个小女子，又如何能告倒谢家的公子？我问过谢望之，他说倘若我想知道真相，可叫锦衣卫去查。我想了想说不用，真相不在我，在崔三娘如何相信？隔了2条人命，只怕他和谢慎之难以善了。再见到谢慎之是在某次谢家家宴，席间二嫂起兴，当场抚琴，我以箫声相贺。落座时，谢望之已经给我包好一碟蟹肉。谢家祖母看了，颇为感慨，说起当年他与我祖母是顶好的手帕交，只是各自嫁人生子，跟着夫君辗转谋生，联系便渐渐少了。想不如今到老，竟然又成了儿女亲家。谢家祖母讲到最后默然垂泪，又提起儿孙都已成家，唯有最小的孙子谢慎之还未婚娶。他催促谢母尽快给谢慎之一亲。祖母年事已高，底下人又有意瞒着，他不知晓崔三娘那些事。可是满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，谁家愿意把好姑娘嫁进来做谢家3夫人？听说谢母已经偷偷在外地相看女子。一顿饭吃到最后，众人各怀心思，气氛压抑。谢慎之更是只吃了2口，就借故离席。是夜，下人来通禀3公子求见的时候，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这个时辰，我钗环都卸了，怎好再见外男？我打发人出去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可是跑腿的小厮说3公子执意不走，想想终归是自家兄弟，许是有什么要紧事。我一边穿衣裳，一边派人去通知谢望之一声。谢慎之面色泛着不正常的红，显然是离席后在外面醉了酒。他清瘦许多，崔三娘应该跟他闹得很厉害。深夜前来已然不妥，更何况是这般堵在我的门前。有丫鬟壮着胆子上前请他退后。谢慎之垂眸片刻，而后抬起头，眼中竟已含着泪。他终于后悔。他颤声道，我和崔三娘，我不过是怜他孤苦。想来那日我同谢望之讲话，该是被他听到。我拢着袖看他，跟我没关系了。我说你没有必要和我解释。谢慎之张口千言万语，最后吐出苦涩嘶哑的一句抱歉。抱歉什么呢？我曾在佛前叩首3000，替他许愿，也曾被马缰割出血痕，但这些都是我一厢情愿的事情，与他无关。我冲他摇摇头，你并不欠我。谢慎之，你并不欠我。
想起他命里有大劫，我叫人去架子上把那串佛珠取出来交给他。你当年救过我一命，虽说事后我母亲也曾到贵府上去答谢，但一些金银俗物终归表达不了我心里的感激。倘若你日后有什么需要，我们苏家在朝中多少也说得上话，便是我夫君在外面也有些人脉，有用得着的地方你说一声就行。这串佛珠我曾供在佛前许多年，希望能保你平安。谢慎之呆呆地望着那串手串，心腔仿佛被一只大手用力握住。他苦笑起来，眼中满是酸涩。我宁愿你恨我，我们本该。谢慎之欲上前，身后突然插进来清清冷冷的一道声音：三弟。谢望之养病久了，总是一副闲散的样子。现下他垂手站在房檐下，衣服袍带上下翻飞，眸中厉色摄人。我忽然想起这个人是我们大境的锦衣卫指挥使执掌赵玉，心思深沉。她如今是谢家大夫人，你深夜找你大嫂有什么事？谢慎之含恨道：倘若不是我一时糊涂，这桩婚事又岂会轮得到你？谢望之站到我身前，面含警告地瞥他这个幼弟，冷冷地拍了拍手：三公子喝醉了，来人送他下去休息。谢慎之挣脱要搀扶他的侍从，声音几乎带着哭腔：大哥，你是庶出，幼年时我母亲对你多有苛待，我做错了事情，往往也是你替我受罚。母亲说叫你替了这桩婚事，以你今日权势，怎会再听我母亲的话？你是自己也想娶苏小姐吧？我蓦地看向谢望之，他挡在我身前，看不清表情，只听见他笑意讥讽：是又如何？还要多谢你啊，三弟。谢慎之向皇帝上了折子，自请去岭南驻军。世家子弟去战场正军功的不在少数，可岭南是个例外。岭南林深毒瘴多，往往还来不及上场杀敌，就已葬身蛇爪迷雾之中，这是最危险的去处，就连参军的饷银都比别处多出1倍不止。他这一去，生死难料。谢母大病一场，他年近40才喜得一子，又因修士预言，将幼子送去佛寺，骨肉分离。好容易盼的孩子平安长大，却又执意要去岭南吃苦，他如何受得了？听闻谢母病愈后，迁怒于我，觉得是我造就谢慎之种种坎坷。算算年纪，他今年正好19，算是应了命里的劫数。贴身的嬷嬷私下里劝我防着谢母些，恐他一怒之下想差了，对我做出不好的事。我摇摇头，不说苏家显赫，就说如今谢家门楣大半也是谢望之这个锦衣卫指挥使撑起来的，他不敢对我如何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不过该防的人不是我。我派了2个人去崔三娘住处附近盯梢，倘若有什么事，暗中接应1、2。果不其然，没几天传来消息，崔三娘差点中毒，现在已经被偷送出城了。从此以后，天大地大，不知他会去哪里。谢望之的伤真正好透是在冬末，他身居高位，听命于圣上，手底下又那么好些人，只不过伤口结痂，便又出去当值。世人为锦衣卫如活阎王，谁又能想到策马而过的指挥使大人，锦衣之下满身的伤。打春那日，他终于得休沐，恰逢天气很好，一碧如洗的湛蓝，我们决定去跑马场看看2匹小马驹，一匹叫萨路，一匹叫青锥，都已经长大了，周身皮毛在日光下泛着油亮光泽，会呼哧呼哧地用耳朵蹭人掌心。谢望之突然来了兴致，翻身上马，周身意气勃发，眉目飞扬。他往前略俯下身，朝我一挑眉：敢同我比御马吗？倘若比别的，我恐怕还要犹豫一会儿，可是他说比骑术。我扬起脸看他：倘若你输了？谢望之拱手一笑，任凭谢家大夫人处置。我心底轰然一声。成婚后，谢望之也叫过我很多次夫人，但那更像是例行公事，一个称呼而已，跟叫阿猫阿狗没什么区别，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眼底带笑，肆意张扬。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别过脸去，微微嗔道：那你说话算话。衣袍被风灌满，身侧尘土飞扬，马蹄声如雷。我从未骑得这么快过，连扑面而来的风都觉得如刀，却还是咬紧牙，夹紧马腹，狠狠一挥鞭，飒沓如流星。谢望之紧紧跟在我身侧，几乎与我并驾齐驱。
一路疾驰，苦闷都被甩在身后，我吐出胸中一口浊气，只觉快意横生。过了最后一个溪涧，就是马场尽头。我扬起马鞭，用力一挥，轻追仰天嘶鸣，抢先一步越过溪涧乱石。我赢了，心中雀跃无比。我控住马，掉头驰到溪涧上游，大声叫他的名字，谢望之。什么？他也在笑，眼眸晶亮，嘴角弯弯翘起。你为什么要娶我？我是苏家嫡女，与谢家素有婚约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娶我？我要听一听那个我不知道的理由，到底是什么？谢望之大笑，早知道你要问这个，说了可不准生气。御马我不如你，倘若你气跑了，我可追不上。我举着马鞭，信誓旦旦。不气，你说。一开始是好奇，当街拒绝谢慎之的姑娘是何模样。你知道的，我和谢慎之自幼有些龃龉。再后来，我听到那姑娘说，她心仪我许久了。她一本正经地编着谎话。停，不准说了。我大羞，生气要去教训谢望之，他早有防备，朗声大笑，扬鞭一挥，策马向前跃去。苏慕云，敢不敢再同我比一回？比什么？比什么不打紧，只是输的那一个要陪赢的那个白首不离。时值阳光热烈，青草香味弥漫于空气，溪流映着粼粼波光，那人长腿跨坐马上，嘴角噙笑。我心中一动，拍马追上。比就比啊，谁怕谁？谢慎之番外。谢慎之在回上京城是2年以后，这时候街头巷尾议论的都是别的新鲜事了，再没有人提他和崔三娘那档子风月往事。他很顺利地回了府，在军中磨砺2年，谢慎之黑了些，气质也愈发沉稳。他走的时候，母亲哭天喊地，直言赶走就不要回来。如今他回来了，母亲看见风尘仆仆的儿子，哪里还记得自己当初说过怎样绝情的话。他是回来上任的，天子颁了圣旨，叫他做副统领，负责协助京城城防。谢慎之早就知道这次回来会遇见苏慕云，那个差点成为他妻子的苏家小姐。这是他在回来的路上早已经想过好几回了。时过境迁，都是2年前的往事，在见面时自当体面。母亲信里说苏慕云已经有孕，等年底就要生了。可是真隔着屏风见到苏慕云时，谢慎之还是忍不住握紧了拳。苏慕云一边修剪一棵矮子松，一边跟谢望之讲话，说是已经提前为太后的寿辰准备了贺礼，年节将至，让他和同僚多走动走动，这是至亲夫妻才会提点丈夫的话。谢望之表面上听着，实则注意力都在苏慕云身上，他紧紧盯着那把剪刀，生怕苏慕云一个不注意伤着自己。苏慕云见谢望之听得心不在焉，跺脚嗨呀一声。谢望之立马回过神来哄他。谢慎之有瞬间恍惚，他可是亲眼见过他大哥在赵玉湾人膝盖骨的。谢慎之的出现就像是一把刀插进一幅安静美好的画卷里，画裂了，梦也就醒了。苏慕云见到他，立马就收起小女儿情态，恢复了当家主母该有的那种沉稳和端庄。他同他寒暄，客气疏离的问好，一丝错处都挑不出。谢慎之最恨他这样，他们明明还是有一些过往的，不是吗？虽然谈不上美好，但他们曾经论及婚嫁，差点就要结婚了。那个差一点是一个叫崔三娘的女孩子，听说她现在去了金陵，又在城门口开了个馄饨铺子。至于过得好不好，他没敢多打听。他本来以为自己能英雄救美，没想到没能熬过柴米油盐。总有流言说崔三娘勾引谢家三郎，其实这真的是冤枉。吃他馄饨摊子的人那么多，若想勾引嫁个富贵人家，她早嫁了，何必要等到差点病死在大学里。谢慎之最初爱上他，就是因为他这身傲骨，到最后又折在这一身傲骨身上。有一回他们因为崔氏兄弟的事情争吵，崔三娘又闹着要出去谋生。见鬼，究竟谁家的妻妾一天到晚闹着要出去开门做生意？他谢三的女人在外面做扫地、擦桌、伺候人的活，合适吗？他们总因为这些事情吵架。有一回吵得急了，崔三娘在他身上挠了一道，通红破皮的，挂在脖梗上，几天就能消，
却也让人几天不能出门见人。谢慎之摔了一地茶盏，他其实是不爱苏慕云的，但在那一个瞬间，他突然开始后悔，怎么就没娶苏慕云呢？他们门当户对，有生子赐婚，有相同的爱好和圈层。苏慕云完全知道该如何做好一个当家主母。见鬼，怎么就没娶苏慕云呢？谢慎之笑得惨然，他明明可以很幸福的，为什么把这份幸福拱手让给他的大哥？谢慎之是一个落子无悔的人，唯独在这件事上，忍不住一想再想，这种念头就像藤草一般在心底肆意生长。特别是每当他看见他们夫妻在一起，他大哥那所别院他去过，府里规矩严，下头人怕受罚，总是一副提心吊胆的模样，一点人气都没有。现在苏慕云去了，他体贴下人，那些丫鬟婆媳做事氛围轻松多了，园子里不知何时还多了个花圃，架子上爬满紫色的牵牛。而他呢，成了京城里的笑话，被崔三娘状告上堂。母亲嘴上没说，鬓上生出白发。谢慎之在岭南被毒虫咬过一回，烧了3天3夜才醒，醒时紧紧抓着常年佩戴的佛珠手串，旁人都道他命大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谢家的三郎早已惊蛰在19岁的大劫里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